前段时间，乌克兰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发言称，我们在赫尔松地区的袭击中收获巨大，摧毁了俄军一套新型防空系统 Podlet K1，让俄军宝贝疙瘩直接变成一堆废铁。仿佛为了佐证乌军发言，俄罗斯在媒体上公布了己方战损照片，这部被摧毁的先进雷达的战损照片就在里面。按照这张照片来看，雷达很可能被乌军美制火箭炮或者导弹命中的。雷达底座的卡车底盘和后勤车辆被精确摧毁，而雷达天线本身看着完好无损。按道理说，战争打了这么久，乌军应该不存在什么杀手锏了。而且按照俄军公开的信息来看，这套防空雷达可是布置在远离交火线的地方，所以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了各方兴趣，纷纷猜测乌克兰又获得了什么样的杀手锏。Podlet K1 雷达可以说是俄军现如今最先进的全高度广域警戒搜索雷达了。2020年才刚刚装备俄军，可以配合 S300、S350 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对敌方低空目标进行拦截，属于杀手锏级别的武器。即便到了今年，俄军手里也没几台。Podlet K1 是俄罗斯阿尔马兹安泰公司研制新一代 S 波段机动3坐标雷达，主要用于中低空高速目标搜索与超低空雷达补锚，是俄军专门防范小型飞机目标与低空掠海目标的专用搜索的装备。为了保护好这个装备，俄军可以把它布置在后方100多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靠近黑海北岸的海岸线上，距离双方在尼古拉耶夫州以及赫尔松州的交火线很远，基本可以杜绝乌军海马斯火箭炮、M777 榴弹炮之类的打击。外界猜测，俄军将这种雷达部署在黑海北岸，就是为了防范乌军无人机偷袭以及岸基反舰导弹攻击。那么，这么先进的雷达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废铁，各方也是纷纷猜测乌军使用了什么。今天，火力军就为你们揭开答案。其实，早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人猜测是不是乌军使用海马斯摧毁的。只是让外界疑惑的是，这次 Podlet K1 低空警戒雷达被精准命中的地点，距离乌军阵地超过100公里，根本不在 M142 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范围之内。而且对于乌军来说，海马斯可是他们的宝贝疙瘩，不可能冒着被俄军发现并摧毁的风险，将火箭炮布置在乌俄交战的前线，这并不符合常理。而且乌军装备的海马斯并没有配备反辐射制导弹药，想要摧毁一个先进防空雷达，难度还是有点高的。所以也有人猜测，是不是乌军在北约那边获得支持，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这款雷达。如今，这款神秘杀手锏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就在 Podlet K1 防空雷达被摧毁的几天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在电视节目中宣称，美国又为我们送来了新的军事援助。这批价值2.7亿美元的援助中，除了包括4套海马斯以外，还包括一种先进的反辐射导弹，也就是 AGM-88 反辐射导弹。美国国防部也随后证实，这些援助乌克兰的反辐射导弹就是 AGM-88， 专门帮助乌军锁定俄罗斯的雷达系统，包括与防空导弹搭配的雷达阵地，在俄军导弹发射前就以源头打击的方式摧毁对方的雷达阵地。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多张照片，这是在俄军阵地上拍摄的。俄军士兵在遭受反辐射导弹攻击以后，在废墟上发现了写着美国编号的导弹残骸，上头写着 BSU-60AB， 序列号为 QLN406384。对比美军之前的相关照片，可以判定就是 AGM-88， 这块碎片应该是导弹弹翼的一部分。这一切证据都证明了 AGM-88 已经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秘密参战了。反辐射导弹是一种特殊的空对地导弹，专门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摧毁敌方防空系统和搜索雷达与火控雷达，既能迫使敌方防空导弹或防空炮失去搜索与锁定攻击的能力，也能影响敌方的防空指挥系统，引导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最终达到破坏敌方防空网络的战术目的。
运作原理是导弹的寻标头会搜索在资料库内特定的电磁讯号来源，并随一大堆干扰信号中识别与锁定该讯号，并以这个讯号为导引，最后让导弹击中目标。只要辐射源在资料库内，都能追踪与打击。所以并不只打雷达，美军在1965年装备的 AGM-45 就是当时为了应对苏联 S-75 防空系统所研发的反辐射导弹。就是凭借这款武器，美军才能在越南战场上与 S-75 防空系统打得有来有回，在防空炮火密布的越南上空保持了较低战斗损失。此次美国援助的 AGM-88 哈姆导弹是美军现役反辐射导弹，该型导弹和美军其他导弹一样，都是系列导弹。虽然原型服役于冷战期间的1985年，但在经历了数次大改进后，依然是美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的主力反辐射导弹。AGM-88 型的射程为150公里，可以在敌人防空火力防区外发射。它的速度很快，可以达到3马赫，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它的频带宽，可以对付目前绝大多数的雷达，包括预警雷达、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等等。AGM-88 具有记忆功能，即便雷达紧急关闭，导弹仍然会记忆原有坐标进行打击。AGM-88 型是历经实战的老将，80年代30多枚 AGM-88 就打垮了利比亚的雷达系统。海湾战争中，1067枚 AGM-88 型配合其他导弹，在5天摧毁了伊拉克90%的雷达系统。科索沃战争中 ，AGM-88 型仍然有效压制了塞尔维亚人的移动雷达系统，能够被多种战机安装，包括 F-16、FA-18、台风战机等等。反辐射导弹大多数是空射武器，一般都是冲破能够战斗机、战斗轰炸机或者攻击机上发射。当然，也有个别反辐射导弹是陆基发射，例如以色列在第5次中东战争中使用的狼式反辐射导弹。这种导弹实际上就是在卡车上搭载了3枚安装有火箭助推器的 AGM-78 反辐射导弹，专门送来对付贝卡谷地中的叙利亚萨姆6防空系统。关于乌克兰怎么发射 AGM-88 反辐射导弹，则是存在着一些分歧。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公开报道说苏俄制战机具备发射美制反辐射导弹的能力，包括 MiG-29与苏25。即便是东欧国家援助乌克兰的 MiG-29战机，即使经过北约标准进行了部分升级，但也没有公开信息表示可以发射 AGM-88。有人倾向于由美军或者波兰空军的 F-16战斗机秘密参战了，但在火力军看来并不会。按照 F-16的作战半径来说，从波兰直飞顿巴斯肯定到不了，必须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前进基地。如果有前进基地的话，飞机起飞降落不可能没人看见，所以 F-16应该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相比改装苏俄战机，将 AGM-88 改为车载发射更加简单，就像以色列当初将 AGM-78 改装备狼式反辐射导弹一样。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批 AGM-88 反辐射导弹，与英国援助的硫磺石反装甲武器一样，将原本在战机上使用的导弹改为地面发射。AGM-88 很可能加装了固体火箭助推器。至于这种车载版 AGM-88 是其实之前就有，还是在俄军入侵之后临时改装的，这一点火力军也没法给出答案。不过，对于采用被动导引的反辐射导弹来说，这种改装并不困难。Podlight K1 雷达被摧毁，意味着赫尔松地区的俄军防空网出现了一个短暂而巨大的漏洞。要知道，能让 S-400 防空系统保护的可不是一般设备。如果乌军能抓住机会，向该漏洞内的俄军设施倾斜火力，包括远程火箭炮、弹道导弹，甚至还有空军战机投下的炸弹，那可是就赫尔松俄军喝一壶了，为乌军反攻做更好的准备。反辐射导弹在战场上好用而且管用，所以美国也已经发展出3代反辐射导弹了。如今 AGM-88 系列反辐射导弹家族里的最新型号，就是被称为 AARGM-12的
AGM-88G 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美国海军在去年成功完成该型导弹的实弹测试。与美国海军早期使用的 AGM-88导弹相比，最新型导弹增强了对目标搜索探测、信号处理、损毁评估等方面的能力，主要用于和地面雷达系统的对抗作战，通常会在冲突早期使用，在己方战机和导弹发动打击之前压制和摧毁敌军的防空系统。此次实弹测试是在 FA-18EF 超级大黄蜂上进行的，基本达成了本次测试的所有目标。为了实现打击效果， AGM-88G 导弹采用了多模式制导套件，或配备 GPS 辅助惯性雷达与毫米波雷达，即便目标停止发射辐射信号或者进行移动时， AGM-88G 也能准确捕捉目标的走势。另外，导弹的制导与数据链系统还具有与战机联网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投弹的载机甚至可以在没有获得目标的情况下先发射导弹，然后再依靠其他平台的数据来锁定目标，并指引目标进行攻击。同时 AGM-88G 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向作战系统回馈数据，以确认是否击中目标。不过，美军对这款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的具体性能守口如瓶，但根据公开信息推测， AGM-88E 先进反辐射导弹射程接近128公里，在末段可以达到2马赫的最高速度，而增程型版本的 AGM-88G 据说速度更快，射程也更远，配备的新引导头和新弹头也能够让其具备通用的空对地打击能力。除了执行专门的反辐射作战任务外，也能够在对峙范围内用于打击地面目标。AGM-88G 导弹目前正在美国海军的 FA-18EF 战斗机和 EA-18G 电子战机上进行测试，未来则将整合到 F-35 战斗机以及 F-15 战斗机和 F-16 战斗机上。值得一提的是， AGM-88G 反辐射导弹是一种智能型武器系统，可以探测到不同的电子辐射，并且通过爆破破片弹头击中雷达。所以 AGM-88G 最大作用并不是摧毁敌方重要发射设备，而是雷达的天线，这对于敌方探测系统来说将会是致命打击。同时 AGM-88G 同样具备记忆模式，即使在它飞行的过程中，敌方关闭雷达，它依旧可以记住目标的坐标，直到摧毁目标。 AGM-88系列反辐射导弹主要是为了用来压制摧毁敌方防空系统，通过态势信息锁定攻击敌方雷达、干扰系统以及无线电通信系统，对敌致盲并瘫痪通信能力，尤其是在面对区域拒止和反介入威胁情况下，用于远距离探测和攻击敌方防空系统，确保己方在军事冲突中掌握制空权。近年来，美军在中东和北非的空中作战行动一再表明，美国及其盟国为确保掌握制空权，持续破坏和摧毁对手防空系统及相关基础设施。为此，美军将反辐射导弹作为关键发展能力之一，通过在敌防区外发射反辐射导弹，探测敌方防空雷达并实施打击。正因如此，反辐射导弹的射程与巡的能力尤为重要。目前为止，美方未对外透露 AGM-88G 型导弹的详细性能参数，但据外界猜测，其射程是 AGM-88E 型导弹2倍左右。如果属实， AGM-88G 型导弹射程至少超过220公里。正是这些经过不断升级改进， AGM-88成为美军打赢以电磁对抗为突出特点的现代战争的杀手锏武器。在海湾战争、沙漠之虎、联盟力量等军事行动中，多次见到反辐射导弹怒怼雷达的身影。AGM-88已经成了雷达杀手的代名词，令地面雷达战一听就不寒而栗。S-400防空系统的雷达同样惧怕这样的武器。如今 AGM-88已经进入俄乌战场，这对于俄军来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消息。本身乌克兰军队手中的西方制式远程火力武器就已经让俄军够头疼的了，这回该反辐射导弹的到来很有可能让俄罗斯的反炮兵雷达无处遁形。只不过乌克兰也没有足够的火力去覆盖俄军雷达部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布置了大量的防空导弹，包括远程的 S-300、中程的山毛榉 M3 以及末段的道尔以及铠甲防御系统。
其中仅有道尔防空导弹具有移动射击能力，其他防空系统均需要架设布置。在被 AGM-88 锁定的情况下，成员能做的只有弃车保人。一旦乌军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哈姆导弹，俄军的防空系统将遭到沉重打击。如果未来 F-16真的进入俄乌战场， AGM-88 更能发挥其作用，因为空中发射是 AGM-88 的理想选择，能够为它带来更远的射程与更快的速度。而乌克兰所装备的苏制战机完全缺乏与北约兼容的现代武器的正确接口，包括基本的总线架构，就像乌军装备的 MiG-29，这些机体虽然顶着一个3代机的名头，但机体内部的电子设备已经老化到连苏制 R77导弹都无法兼容。想要在这种陈旧的机体上安装最新的哈姆导弹，就像是给诺基亚7110安装触摸屏一样。虽然不是做不到，但也确实很难做。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点个升级按钮就能实现的。当然，乌军的战机不能发射 AGM-88，并不代表其他国家的战机不能发射。事实上，波兰、斯洛伐克等东欧北约国家的战斗机都曾进行过北约化升级，可以兼容发射北约制式导弹。很多人也都怀疑美国可能暗中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北约化升级的苏式战机，专门用来发射 AGM-88， 但考虑到乌军尚未掌握制空权，火力军还是倾向于陆基发射 AGM-88。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不限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2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了，而是发展到了2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俄军未来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